为什么去医院看病，医生一般会让你抽一管血？至于这管血到底是用来做啥的，就不得而知了。话说去诊断的时候，为啥一定要抽血？难道这里面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这个问题，以下的几个解释给出了答案。首先呢，就是查看血液自身是否正常。假如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减少，血红蛋白的水平偏低，那就是属于贫血的范畴了。这时候就得服用一些补血的药物和食材，以调节身体健康。假如检测结果是造血干细胞出现恶性克隆状态，这时候就得注意了，说不定这是白血病，也叫造血功能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治疗难度就比较大了。总之通过静脉采血和仪器分析的方式，就可以直观得知患者是否患有贫血和白血病的情况。假如真是这样，就得提前做好治疗准备了。其次，医院验血还可以判断患者的血管是否正常，有没有动脉硬化、堵塞啥的。而判断标准就是在血液中有无检测到破损的细胞碎片。假如发现有这些碎片积块，那就说明患者血管出问题了。毕竟这些细胞碎片都是从血管内壁掉落下来的，正所谓碎片生而疾病存。第三，验血还能检测身体的各项指标，比如血糖、血脂、肝功能、肾功能等。因为血液就如同河流一样，可流经全身脉络，哪里有异常，血液就会携带出这些部位的异常物质。当异常物质被检测出来后，就能判断患者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当然了，以上还只是验血的初步检测范围，下面要介绍的才是验血的真正目的。比如可以对患者进行癌症因子筛查。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在人体存在一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也叫 VEGF， 这是一种活性蛋白，长期参与血管细胞的分裂，而癌细胞的分裂恰恰也跟新生血管的增殖有关。如此一来， VEGF 就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只要有癌细胞的出现， VEGF 就会发生异变。据说 VEGF 能覆盖160种癌症因子，可谓是天地无极，严厉追踪。假如利用这套方法查出早期癌症的话，说不定患者就有挽救的可能了。一去医院就抽血，不仅是为了查看身体机能，还能用来筛查癌症因子，尤其是一种名为 VEGF 的活性蛋白，一度成为了评判癌症的风向标。当然了，除了查癌症以外，通过验血还能检测患者的凝血功能。有些患者可能患有血友病，稍有不慎出了血，那就停不下来了。万一内脏出血，那情况将会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凝血功能的检查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尤其是在做手术之前，患者的凝血功能是个必检项，它关乎到患者的生命。可见，验血并不仅仅只是检查血液而已，而是一个保命栓。此外，通过验血还能给手术患者的血液进行配型。假如有患者做手术的时候出现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就急需特定血液的供应。假如之前已经验好了血，就能利用那些匹配的血液库存来拯救患者生命了。当然了，验血所能体现的妙处还远不止此，它还能对患者的免疫功能进行检查，比如可以通过检测血液中白细胞的含量来得知患者的免疫系统是否正常。与此同时呢，它还能检测患者是否存在过敏源。假如验血验出了患者对某些药物过敏，接下来医生就能对其谨慎开药了。不然的话，一旦随意开药，引发过敏症状，患者就可能危在旦夕了。此外，通过验血还能检测患者体内是否含有外来细菌和病毒。这种方式依旧是查看白细胞的含量。假如白细胞增多，那就说明它在战斗，赶走那些外来入侵者。如果用电子显微镜对样本进行深究的话，甚至还能直接看出这些细菌和病毒。当这类外来入侵者被查出以后，就能防患于未然了。尤其是艾滋病毒，更是防范的重中之重。之前印度一位患者在看病的时候就隐瞒了自己患有艾滋病的事实，期间医院也没有按照流程来验血，好好把关。等到手术过程中，医生才得知这是一位艾滋病患者。面对这种情况，医生直接气坏了，对着患者就是一顿扇耳光。毕竟自己苦读医书这么多年，这辈子全毁了。近2年，一去医院就抽血的事饱受诟病，民间甚至还有了医院是为了将患者的血拿去卖的传言。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毕竟近些年血库这么紧张，那抽走的血液，医院真的会拿去卖吗？那当然是不可能了。
当医生给患者抽完血以后，会给样本贴个标，随后拿去实验室分析，有的直接就在医务室用离心机分析了。当前面提到的各项指标检测完毕后，仪器会生成一份报告，这时候医生就会根据报告来判断患者的病情。看病结束后，这些样本就会入库冰冻封存，等到了一定期限，会由专门的废物处理公司来收集并集中销毁。而整个处理流程都是保护个人隐私的，100%不会泄露，工作人员更不会将其废物利用，拿到血库以次充好。总之关于血液去向的问题，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当然了，尽管这些被抽走的血液不会冲入血库，但假如有条件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尽量多献血。这不仅仅是为了普度众生，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信誉，因为现在献血已经可以纳入征信了。说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慌了，献血还得纳入征信？难道不献血的话，今后就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了，限制高消费了？毕竟在很多人印象中，纳入征信这4个字往往都会和贷款逾期挂钩，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词心里就会一怵。其实不然，征信有负向的一面，同时它也有正向的一面。献血纳入征信其实是属于个人信用的加分项，就相当于褒奖一样。到时候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待遇，比如使用公共设施免费、参观游览园地免费、公立医疗免门诊费等，这都是献血纳入征信带来的便利。总之，关于血液这个问题，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相反，这些抽血、验血、献血的方式，都是属于一种服务大众的操作。当你把血液献出去一部分以后，所收获的各项信息反馈，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